亲家公过世，月儿在阮府定是辛苦劳累。这次过去，我可得好好陪陪她，多留几日。给戚夫人请安，小的奉我家少夫人之命，特来给您传个口信。月儿，她让你传什么口信？少夫人说，如今府中丧事繁杂琐琐，恐怠慢了您，特让您不必亲自前来吊唁了。不必亲自前来。上月月儿回门，还紧紧攥着我的手，说日夜思念我，想让我去阮府陪她几日。戚夫人，我也不清楚，小人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来人，备马！夫人，阮老爷办丧，阮府如今乱成一团，您若过去，怕是不妥啊。月儿向来懂事乖巧，即便不让去，也定会亲自前来。如今遣个小厮，不好，月儿怕是有危险。走，去衙门。出人命了！孕妇爱女疑似惨遭杀害，恳请官府即刻前往现场勘查，缉拿凶徒。何人胆敢在此喧哗？无天大的冤命，岂容乱敲登门鼓？求刘大人救命！你父女儿起源身陷阮府，如今生死未卜，求刘大人带人随我前去阮府探查。人命关天，来人，随戚夫人火速赶往阮府。开门！开门！娘亲，您怎么带了这么多官差过来？你刚刚唤我什么？我唤您娘亲啊，娘亲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不对，你不是我的女儿。娘亲，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就不是您女儿了？就因为女儿不让您来吊唁，您便要在公公的丧礼上如此羞辱女儿吗？今日家父出殡，阮府上下早已心力交瘁，月儿好端端站在这儿，您怎么能说她不是您的女儿呢？刘捕头，她绝不是我的女儿齐月，我的女儿一定被他们藏在阮府里，请刘捕头立刻进府搜查。阮公子得罪了，来人，随我进府搜查。报告捕头，闺房内没有藏人，也没有任何血迹。地窖里除了腌菜和空酒盖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任何异常。捕头，水井深处用船站探过了，底下并无异物。岳母，搜也搜了，翻也翻了，什么也没搜查出来。如今诸位官差白跑一趟，您看这该如何收场？娘亲，女儿知道您是因担心女儿才失了分寸，可如今公公尸骨未寒，您带着官差如此大闹，往后女儿在夫家该如何自处啊？捕头，这阮府里里外外都翻遍了，确实没找到齐姑娘，连一滴可疑的血迹都没有。戚夫人，无凭无据，衙门确实不好再强行搜捕，要不今日就先回吧。等等，月儿的贴身丫鬟烟雨呢？她自幼伺候月儿，最为熟悉月儿，让她出来对证。岳母，这真是不巧，烟雨那丫头近日偶感风寒，正卧病在床，实在不方便出来见客。是啊，娘亲，烟雨病得厉害，女儿平日最是体恤下人，这才准许她在房中静养，您就别去打扰她了。病得厉害，那作为主母，我更得亲自去瞧瞧。刘捕头，请随我来。岳母，那到底是后院女眷下人的卧房，您带着这么多大人过去，不成体统。阮公子，办案要紧，还请让路，否则休怪本府治你一个阻碍公事之罪。岳母，
烟雨当真病重，过了兵器给您可怎么好？您就别进去了。啊，是啊，娘亲，夫君说的对，若是过了兵器给您，让女儿如何安心？烟雨，你睁眼看看我，你自幼伺候玉儿，你最清楚，真正的小姐究竟被他们藏到哪里去了？夫人，小姐不就在这里吗？你撒谎！你自幼与玉儿一同长大，怎会认不出她？是不是他们威胁你了？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，真正的小姐到底在何处？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！奴婢没有撒谎，奴婢不知道夫人在说什么。小姐就在这儿，没人威胁奴婢，求夫人放过奴婢吧。娘亲，女儿求您了，您别再闹了。烟雨已经病成这样了，非要把一个无辜重病的丫鬟逼疯，您才甘心吗？刘捕头，你也瞧见了，今日家父出殡，我们夫妻已是强忍悲痛，岳母却带着官差在府中如此折腾，这死者如何安息？活人又如何自处啊？头儿，连最亲近的贴身丫鬟和夫婿都证明了，这位就是少夫人。齐夫人这分明是在无理取吵啊！齐夫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您若再执意闹下去，我只能以滋妄民宅、诬告之罪带您回衙门了。请您冷静，不要再闹了。人证，烟雨病重，神志不清，他的话岂能作数？刘捕头，我有绝对无法作伪的铁证，可当场验明真伪。我的月儿有独一无二的特征，旁人绝不可能伪造。刘捕头，我要当场证。我女儿齐月右小腿上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梅花形状的红色胎记，那是天生带来的，是不是我女儿？掀开裙子一看便知。娘亲，您当真要为了这些虚妄的猜疑，逼得女儿名节尽毁，没烈火在这身上吗？阮宇，你急了？你是害怕她一露出腿，立刻就在官差面前露了馅吧？少夫人，事关重大，还请少夫人配合，自证清白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天底下怎么会有一模一样的胎记？娘亲，现在您相信了吗？我就是您的女儿齐月，您为什么就是不肯认我？月儿，你受委屈了，岳母就是一时糊涂，不想明白。齐夫人，胎记一模一样，她确是祈愿姑娘无疑。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不相信。刘捕头，我还有一个证据，我的女儿齐月对荔枝汁水过敏，只要碰上一滴，半刻钟内全身便会起满红疹。我要用荔枝汁水当场验证。去，立刻取一碗荔枝汁水来。阮公子，今日事涉人命，公事公办，得罪了。娘亲，这样您还不肯相信吗？这下您满意了吗？非要把月儿逼死您才满意吗？娘亲，8岁那年，我偷吃一颗荔枝险些丧命，是您抱着我跑遍了城里所有的医馆，您都忘了吗？胎记一致，过敏一致，连陈年往事也分毫不差。齐夫人，她确实是您的女儿，您莫要再闹了。不对，这些外在的皮肉印记与往事细节，只要有心人想查，都能模仿伪造，这做不得数。那些胎记往事皆能模仿，可我的月儿自幼习武，左手虎口处常年握剑，早已磨出了一层老茧。这个印记，你该如何伪造？少夫人，事关清白，请伸出左手。刘捕头，月儿身娇体弱，家父湿渴未寒，岂能由外人这样折腾？掌心细腻光滑，虎口毫无老茧。少夫人，这你怎么解释？娘亲，女儿出家前确实有老茧，可夫君疼惜女儿，特意买来西域珍贵的软碱药膏，女儿每日涂抹，这才化去了老茧。确实如此，
我不忍心看月儿的双手因为练剑而变得粗糙，这才托人买来这西域奇药。刘捕头，我疼惜自家娘子，难道也是罪过？一派胡言！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神药，能将数十年的老茧化得不留一丝痕迹？你们分明是在编造谎言！既然如此，阮公子，请你现在立刻派人去将那所谓的西域药膏取来，是不是神药？本捕在这当场一验便知。去，把卧房暗格里那盒西域软碱膏取过来。本公子今日便让你们搜个明明白白。刘捕头，这便是那西域软碱膏。此药金贵无比，寻常百姓连见都没见过。去找个手上有老茧的捕快进来试药，本捕要亲眼看着这药膏的功效。这药竟真的能软化角质，消解老茧？不可能！即便有这奇药，也不可能让一个苦练10几年剑术、骨节变形的手掌变得这般平滑细腻。此案疑点颇多，单凭一盒药膏尚不能定论。阮公子，此药本捕要带回府衙查查，在查清之前，任何人不得离城。全凭刘捕头做主。送客。娘亲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这勒痕是什么？这是昨日金镯子戴得太紧，勒出来的印子。镯子勒痕均匀，怎会有这般深浅交错、挣扎拉扯的印记？这分明是绳索大力勒紧，皮肉挣扎时留下的勒痕。刘捕头，看阮宇的脖子，他身上有伤，快扒开阮宇的衣服验伤。你们放开我！我乃阮家少爷，你们凭什么在亡父丧妻，羞辱于我？这算什么？这是我与夫人平日里闺房嬉戏、恩爱时留下的闺房密事，关你们何事？恩爱？你在这编什么鬼话？我女儿自幼习武，智力远超常人，这分明是她在临死时拼命挣扎，她在你背上留下的痛苦的证据。刘捕头，你看看啊，这是我女儿临死前的挣扎呀！他们是杀害我女儿的凶手。阮公子、少夫人，这勒与指甲抓痕非同小可。阮老爷虽已抬走下葬，但阮家还没出孝子，你们必须在正堂给本捕一个合理的交代。娘亲，您仗着长辈身份，逼着刘捕头扒我夫君一生，如今又把我们像犯人一样押到正堂，您这是要把女儿往死路上逼啊！既然娘亲认定我不是她的女儿，那我今日便撞死在这里，以死明志。岳母，家父刚刚入土，您为了所谓的怀疑，竟要在正堂逼死月儿，想让我亡父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吗？刘捕头，你不要听他们胡言乱语，那抓痕深可见骨，根本不是闺房之乐，是我那可怜的女儿死前拼死抓出来的。够了，戚夫人，无实无证，单凭几道抓痕，不能让你在此无端生事，坏人名节。刘捕头，求你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的月儿真的被害了。来人，将戚夫人嫁出去，不要再让戚夫人打扰阮府清静。阮宇，你们不得好死！我的月儿啊！戚夫人，少夫人明明活生生站在你面前，你却非说她被害了。听我一句劝，回府歇息，莫要再因执念而疯魔了。真是奇了怪了，阮老爷生前明明病得枯瘦如柴，那口棺材却沉得跟个铁疙瘩似的。谁说不是呢？上山下葬这一路，咱们16个年轻体壮的汉子，肩膀都快压断了。那可不，按理说阮老爷棺里又没放什么贵重的陪葬品，那重量简直就像是塞了2个人。我以前听老人说过，棺材异常沉重，多半是因为是有天大的冤情。兄弟，你说那阮老爷该不会是含冤而死的？难道？你们刚刚说什么？阮老爷的棺材真的很沉，沉得像装了2个人。哪里来的疯婆子？阮老爷的棺材沉不沉关你屁事！滚开！
阮家的棺材是不是重的不合常理？求求你快说啊！疯子，真是个疯婆子！阮老爷刚下葬，你在这发什么神经？真特么晦气！咱们走。我的女儿一定就在棺材里，求求你们，快去查那口棺材，快去啊！刘部长，阮老爷病弱消瘦，又是急葬，也没有后葬，这棺木重如两人的传言，实在有些玄乎，属下心中也有怀疑。刘部长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们去查那口棺材，玉儿肯定在里面啊！掉头，全体折返阮府，今天必须找阮宇问个明白。弟兄们，折返阮府。衙门办案，闲杂人等一律退避。说，阮老爷的墓地究竟在什么地方？把棺材抬到哪里去了？在城外北郊的阮氏祖坟，刚刚下土封坟。岳母大人，你们究竟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畜生！你把我的月儿藏到哪里去了？你是不是把月儿装进你爹的棺材里了？疯了！你彻底疯了！今日是我爹的大丧之日，你竟然在这里说出如此疯话！娘亲，公公刚刚下葬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些恶毒的疯话？是想要逼死我们全家吗？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！你们立刻带路去阮老爷的墓地，我要掘墓开棺！刨人祖坟要遭天谴的！七叔，你敢动我爹的坟，我跟你拼命！刘捕头，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我娘真是逼人太甚，死人入土为安，哪有开棺的道理啊？苍天在上，民妇齐叔今日以项上人头，齐家满门声誉作赌，若开棺无错，民妇甘愿受罚，齐家财产尽归阮家。你以为发个誓就能随便掘人祖坟了吗？齐夫人既然立下如此重视，这桩命案本捕头接了，前往墓地开棺查验。要下雨了，快把棺材挖出来！谁敢动？谁动一下，我就去知府大人那里告你们强拆百姓祖坟！头儿，按照律例，没有知府衙门的批红云文，咱们做官差的不便直接动手掘墓。听到了吗？规矩就是规矩！你们这群官差要是敢动手，老子让你们扒了这身官皮！麻烦您去一趟齐府，急召我齐府数十名健壮家丁，带上锄头、铁铲，全部这里来。齐夫人，齐府家丁带到。给我挖！不顾阻拦，挖！挖！阮公子，老实点！谁敢阻碍官府办案，以暴力抗法论处！不要挖了，真的不要挖了！夫人，碰到棺盖了！抬上来，给我把棺材抬到地面上来！奇关已闭，全神戒备。齐叔，你坏我阮家风水，刨我亡父坟墓，你违背天理伦常，你必遭天谴，你会下18层地狱的。下地狱？阮宇，你这个残害人命、猪狗不如的畜生，要下地狱也是你先下去。今天老天爷要是睁着眼，一定要让你遭天谴！开棺！娘亲，求求您住手吧！已经入土为安，你连王者的安宁都要践踏吗？你这样是会遭报应的！滚！你口口声声念着王者，心里却藏着鬼。今天谁也挡不住我，给我开棺！你们谁敢动手？刘捕头，你无凭无据纵容疯妇刨人祖坟，本公子明日便去知府衙门告你一个纵容暴民、掘墓辱尸之罪，让你们所有人全部革职发配。革职发配？阮宇，你连活人都不放过，还怕官府公道？今天不剥下你这层柔皮，我齐叔誓不为人！撬！
天哪，怎么是2具年轻女子的尸体？这里面根本没有阮老爷。月儿，我的月儿！齐夫人，别过去，你冷静点，让仵作先验。放开我！那是我的月儿，那是我的月儿啊！仵作，立刻验尸，查明这2具女尸。刘捕头，这具华府女尸的骨骼和齐姑娘极为吻合，女尸的颈部有极深的紫黑色勒痕，这是致命伤啊！不，这不是她。我的月儿右小腿上有胎记，那不是她。这才是我的女儿齐月。月儿，我的月儿啊，你真的被害死了。刘捕头，已证实，另一具女尸是丫鬟。你说什么丫鬟？丫鬟不是还在府里吗？难道说月儿自小最怕痛了，他们勒住你的时候，你该有多么绝望，多么痛啊！阮家竟然用2个假货瞒天过海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把我女儿的命还给我！太狠毒了，简直丧尽天良！头，绝对不能放过他们！这2个畜生，我们要为大小姐报仇！我的好月儿，母亲来带你回家了。那棺材里那么冷，怕不怕？齐夫人，你放心，本捕庄定会为你和齐姑娘主持公道，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恶徒。玉儿，你睁开看着，母亲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定要让他们在公堂之上血债血偿。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！你还我女儿的命来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掐死你！救命啊！疯婆杀人了！刘捕头救我！快把这疯婆子拉开！阮宇，简直丧尽天良！来人，把这2个嫌犯给我押到棺材前指认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！不要让我看他！快拿开！快拿开啊！刘捕头，这棺材里的人是谁？我根本见都没见过。你们凭什么把这种杀人的脏水泼在我头上？嘴硬是，本捕办案多年，见多了你这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恶贼。来人，给这对男女套上重锁，押回大牢。我是齐家大小姐，我是阮府的少夫人，你们无凭无据，这是滥用私刑，我要去京城告你们！来2个人赶往阮府缉拿那个假丫鬟，是要将这出偷天换日的惊天阴谋给本捕审个水落石出。现在知道害怕了？你杀我女儿的时候怎么不觉得害怕？你这个禽兽不如的刽子手，你不得好死！岳母饶命啊！真的不关我的事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不要打我了。齐夫人，节哀顺变，切莫伤了自身。嫌犯已经抓捕，官府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刘捕头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我的月儿其实还有一个自幼便失散在外的孪生妹妹，那个假冒我女儿的人一定就是她。孪生妹妹。齐夫人，此话当真？她叫什么名字？如今身在何处？她叫江玉燕，在临安那边。那个假货一定是江玉燕，求你，快派人去临安查这个江玉燕。快，来2个人，把齐夫人送到最近的医馆细心照看，绝不能让她出半点差池。你们几个立刻带上衙门的腰牌，快马加鞭赶往临安，务必在明日将这个江玉燕的所有底细查个一清二楚。阮宇，2具尸体就在你父亲的棺材里，你还敢说你不知情？老实交代，你们是如何杀人藏尸的？刘捕头冤枉啊！棺材是管家和下人们负责封口的，我身为儿子，只是在灵前哭丧，哪里知道里面塞了人啊！我真的毫不知情啊！不知情？那你背上那密密麻麻的抓痕，难不成是你在灵前哭丧时，你父亲的鬼魂抓出来的？刘捕头，我是齐韵啊，
我真的是祁煜，那个棺材里的人定是阮宇在外面养的小妾，是他们合谋要害我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少夫人，你的戏演得很好，可惜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等林安的线索一到，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大事不好！那个在阮府卧病在床的假丫鬟，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踪影。阮府上下找了个遍，早已畏罪潜逃了。混账！一群废物，连个病病歪歪的丫鬟都抓不住。来人，立刻张贴海捕文书，通缉那个逃跑的假丫鬟。至于这2个人，继续押回大牢，死死看管。本捕就在这等着林安的消息。快点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锁着我？你们衙门就是这样对待百姓的吗？阮少夫人，先不要着急，等会儿文书到了，我们再说。刘捕头，属下已查证，江玉燕在临安的所有身世底细，以及她过去生活的街坊邻里的联合证词，已全部带到。阮少夫人，你说我是该叫你祁煜，还是叫你江玉燕呢？江玉燕？什么江玉燕？刘捕头，您身为捕快，难不成就喜欢编造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，来平白无故定一个弱女子的罪吗？大夏律法讲究真凭实据，我右腿有胎记，吃荔枝也过敏，我夫君也认我。你们若是拿不出铁证，就得立刻放了我，否则我绝不善罢甘休。江玉燕，你要的铁证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假的，这些全都是假的。刘部长，你竟然跟齐叔那个疯妇一起伪造假证，你们想要害死我！临安府和平地志记载，江玉燕在临安街头被一名男子从人牙子手里买下。你在临安生活了15年，直到3年前才来到此地。随后，你便进了本地的春风阁。你在青楼中接客，老鸨与常去的恩客皆可作证，上面更有你当年的卖身契。江玉燕，你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清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春风阁，什么江玉丸，那根本不是我。我自幼在祁家长大，我是祁家千金。祁家千金，祁煜自幼养在深闺，知书达理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。而你不过是一个满身风尘气，连字都认不全的假货。那我的胎记、梅花胎记、过敏的红疹，这些难道也是假的吗？天底下绝不可能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，连胎记和过敏都分毫不差的人。这些特征就是祁煜，我就是祁煜，祁煜就是我。江玉燕，你还要冥顽不灵到什么时候？你18年前在临安街头被一个叫赵牛的人牙子发卖，一个男人从人牙子手里把你买下。怎么？需要本捕现在就把那个人牙子带来，和你当场对证吗？不要！你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查到这些？你和祁煜本是孪生姐妹，同天出生，同天被卖给同一个人牙子，又在同天被2个不同的人买走。随后，你们改名换姓，去往了不同的地方生活。是，我是江玉燕，可是刘捕头，杀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啊，全是阮宇一个人做的，是他害了祁煜，都是他一个人干的，是真的，都是他逼我的。阮宇他就是个恶魔，他威胁我，如果我不听他的话，假扮祁煜，他就会把我也一起杀掉埋了，我根本没有选择啊，刘捕头。闭嘴！少在这里演戏，给本捕老实交代。江玉燕，既然你说自己是被胁迫的，那本捕就给你这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给本捕如实交代全部的犯罪经过。从头到尾，所有的恶毒阴谋都是阮宇在暗中谋划，我被阮宇骗得好惨啊！阮宇用花言巧语哄骗我，又用刀子威胁我。他威胁你什么？他威胁我若不答应假扮祁煜入府，阮宇就要在青楼里将我活活打死。杀人藏尸的宿罪全是他阮宇一个人干的，我是无辜的。少在这里推脱！你当本捕是3岁孩童，容得你这般戏耍？你2人若无勾结，怎么可能做到天衣无缝？捕头老爷，民女句句属实啊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天打雷劈。给本捕一五一十的交代，你们究竟是如何勾结，如何预谋行凶的？
若敢再有一字隐瞒，本部现在就对你动用大刑。3年前，我离开了临安，来到越州的春风营青楼谋生。阮宇最爱寻欢作乐，第一次来便一眼看中了我的姿容，便经常来找我。然后呢？之后阮宇花了大价钱把我从老鸨手里包了下来，我们俩便私底下厮混在了一起，直到3个月前的那天。3个月前那天发生了什么？那天我们在云来酒楼的雅间吃饭。阮公子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去换衣服。大小姐，前面右转，赵小姐在里面等您。雅翠阁，就是这里没错了。你怎么才回来？过来喝酒，快点儿！我在和你说话，你想什么呢？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那个时候认识的？是的，当时阮宇喝了酒，一时恍惚，竟然错把齐韵当成了我。误会解开后，我们3个人面对面站着，我和阮宇都震惊于世上竟有如此相像的2个人。所以，阮宇当时就动了杀人顶替、图谋财产的歹心。对，就是他。阮宇私底下打听到齐家是越州富甲一夫的商户，便一边装作深情公子去追扒我齐月，一边把我藏起来，硬逼着我天天模仿齐月的言行举止，为了以后顶替做准备。哼，那个齐苑实在太天真好骗了。齐苑被阮宇哄得找不着北，阮宇仅用了3个月时间，就顺利把齐苑娶进了门，而我也在3个月里把齐苑模仿得滴水不漏。他们结婚之后，你和阮宇是什么计谋？本来他们结婚之后，阮宇想让我假扮齐月找齐叔要家产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阮宇害怕事情败露，竟然当着我的面把齐月给害，是他害死了齐月，又把燕月给杀了，全是他动的手。我是被逼配合阮宇的，求大人明鉴。这么说来，这一切全都是阮宇一个人主谋，阮宇一个人动手害人，而你只是一个毫不知情、被迫配合阮宇的受害者。故事编得确实天衣无缝，毫无破绽。但是江玉涵，你当真以为本部是个傻子，不会将你与阮宇的供词进行当场对比吗？来人，把在隔壁听候提审的阮宇给本部带进来。贱人，你这个满嘴谎话、过河拆桥的死骗子！明明是你逼我动手杀齐玉，又亲手杀了那个丫鬟的，你竟然敢全赖在我头上！江玉燕，老子处处保护你，在官兵面前替你打掩护，你倒好，一转头就把所有杀人藏尸的脏水全泼在老子一个人身上。你想让老子一个人去死？你胡说！动手的是你，出谋划策的也是你。你原本就是个贪图齐家家产的无耻之徒，少在这里假惺惺的。刘捕头，罪名要全部交代。这恶毒女人当初是怎么设计齐源，又是怎么当着我的面把那丫鬟一绳子勒死的？罪名一字不落的全招了。刘部长，你别听这个疯狗乱咬人，他是杀人犯，他为了脱罪故意胡乱指认我，凶手就是他。你才是凶手，人全都是你杀的，是你嫌一点点骗取齐家钱财来得太慢，为了尽快侵吞齐家万贯家产，你才在4日前用绳子生生勒死了齐玉。还有那个无辜的丫鬟，也是你怕她看出端倪，亲手用绳索生生勒死的。最后是你冷血的把2具尸体塞进我爹的棺材里，我仅只是出了主意，你才是真正动手的主犯。够了！2个丧尽天良、谋财害命的罪人，来人！将这他们2人分别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齐夫人，杀害齐姑娘的凶手已经彻底招认。我此次前来是向您说明江玉嫣和阮宇的供词，还原他们勾结、杀人藏尸的全部过程。刘捕头，你告诉我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害死我的月儿的？我要听，每一个字都要听。齐夫人，江玉文交代了一个极为残酷的真相：齐月姑娘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并非您亲生，她这些年来始终在暗中苦苦寻找自己失散的亲妹妹。我
18年前，我在临安办事，在街头见人牙子正在叫卖一对孪生姐妹，我瞧着心疼，便想买下一人。恰巧来了一个坐马车的陌生男人，也要买下一人。原来是这样。我和那男人便分别买走了齐渊和江玉燕。我将月儿带回越州，百般疼爱。可月儿心思细腻，自10岁遂得知身世后，从未放弃过寻找妹妹。所以，齐姑娘在出事前其实就已经见过江玉燕了。是啊，就在出事前的3个月那天，月儿满心欢喜地跑回来，拉着我的手，激动得直掉眼泪，说她终于在云来酒楼找到了妹妹，还要把妹妹接回家一起生活。齐姑娘真是一个善良的姑娘。我当时若能多问一句，我的月儿怎会落得如此下场啊？齐姑娘满腔的关心与爱护，在那个冷血无情的江玉一眼里，竟然成了最刺眼的炫耀。据阮宇交代，江玉燕在酒楼看到齐院满身绫罗绸缎的那一刻起，她骨子里的嫉妒便催生出了歹毒的心思。江玉燕自己也招认，她当时嫉妒的快要发疯，这才假意接近，与齐院上演了一出姐妹情深的戏吧。好一个假装姐妹情深，我的玉儿单纯，竟被这个白眼狼骗得团团转。那他们到底是何时动了杀心的？审讯江玉涵时，他还百般抵赖，甚至将罪责推给阮宇。然而我用刑讯手段直接戳穿了他的谎言，正是他，在4日前趁齐月不备，从背后用一根粗绳生生勒住了齐月的脖子。那毒妇可有忏悔？他可有半点愧疚？阮宇已经全部交代了，是你4日前在卧房里动手杀害的齐月和丫鬟烟雨。他撒谎，是他强迫我的，都是他的主意。他说是你拿绳子从背后勒的齐月。我原本只想吓唬吓唬他，谁让齐婉总在我面前显摆那些华服首饰，我气不过，这才失手杀了人。是吓唬。阮宇说齐月当时拼命挣扎，我当时吓坏了，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他抓着我的后背求我，我当时闭上了眼睛，我不敢动。然后呢？江玉也让你做了什么？他喊我帮忙，威胁我帮他。愣着做什么？我力气不够，按不住他，快去把床头的枕头拿过来。我不敢。事到如今，你说不敢，人是你帮我骗来的，他要是活下来，咱们2个谁都跑不掉。快去拿！还不快来，过来，把我按上去！我力气不够，我就让阮宇拿枕头过来。拿枕头做什么？让他拿枕头帮我害齐月。我真是个混蛋，我真是个混蛋啊！现在知道后悔了？你当时用枕头害他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自己是不是混蛋？月儿本来还在求我，可他一看我拿起枕头的时候，他就不动了。他是被我害死的。我的月儿啊，你死得好苦啊！阮宇、江玉燕，我要将你们千刀万剐，挫骨扬灰！刘捕头，带我去牢房，求求你带我去见江玉燕，我要亲口质问那个丧尽天良的毒妇，她究竟怎么能对自己的孪生姐姐痛下杀手啊？好，戚夫人，本部带你过去，但你千万要克制，切莫气急伤身。齐姑娘的在天之灵正看着，你千万不能在恶人伏法前气急伤了身子。江玉燕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，那是你的亲姐姐啊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你晚上睡觉就不怕月儿来找你索命吗？江玉燕，本部提审，你为何一言不发？抬起头来，莫要在齐夫人面前装聋作哑，快抬起头来！
是江玉燕，你是谁？江玉燕那个毒妇现在究竟在哪儿？我是谁？我不过是个替死鬼。江玉燕，我不知道。江玉燕去哪儿了？你想知道江玉燕在哪儿？去地狱里找吧，大家都一起去死吧！不，你不能死，你把话说清楚，那个毒妇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齐夫人，别慌，人已经咬了见血封魂的剧毒，已经没救了。江玉燕，江玉燕那个贱人到底去哪儿了？真相还没有揭开，我的玉儿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啊！齐夫人，您先别着急，现在已是午夜，城门大关，江玉叶插上翅膀也跑不出这越州城。我马上派人全城搜查，肯定会还您一个公道。齐叔啊，齐叔，你以为抓住我就能给你女儿报仇吗？我要拿走你所有的财产，让你永远在后悔中度过终生。大小姐，您不是在姑爷府上为老太爷守灵吗？怎么这个时候孤身一人急匆匆的回来了？我娘在灵堂前突然身体不适，特意让我带话回来，命我回府来拿一些金银细软。你快把库房钥匙给我。大小姐，这库房钥匙向来都是老夫人自己保管，小人手里倒是有把备用钥匙，可没有老夫人手书，小人万万不敢给您开门啊！管家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认得出我是谁吗？连我也敢拦？大小姐向来温柔如水，从不打骂下人，怎么今日如此奇怪？管家，我实在是着急，我母亲在灵堂上突发不适，阮家的钱还都在钱庄里取不出来，现在郎中就在阮家，没有钱不肯治病啊！大小姐，您是说老夫人病了？管家，事急从权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回来取钱。您从小看我长大，我什么性子您最清楚。若不是今日确实紧急，大小姐，我怎会？您别哭了，夫人的病要紧，这是库房的钥匙，您快去吧。好。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刘部长，城东没有，城西也没有，城南翻遍了。现在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，整个城里别说人了，连只鬼都没有。咱们再怎么找，也是无济于事啊。那也要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重刑犯从咱们牢里丢了，你们让我怎么跟死者家人交代？怎么和知府老爷交代？戚夫人，您看今天不行，就先这样。明日他无论如何也要出城，我派人在两侧城门设卡，一定能把他抓住。月儿，这是娘给你的诞辰礼物，快看看，喜不喜欢？月儿，簪子哪有这么戴的？快别和娘闹了。母亲，这叫灯下黑，只要这个簪子被拔出来，我马上就能知道哦。灯下黑，灯下黑。戚夫人，您说什么？我知道，江玉燕去哪儿了？大小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库房内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搬出来了。老朽多嘴问一下，夫人的病需要这么多金银珠宝才能医治吗？母亲的身体这些年每况愈下，说是过度操劳所致的。郎中说本来药石难医，只有靠着蓬莱仙草才能拉回一条命。仙草昂贵，可也没有母亲的命重要啊。大小姐纯孝之心，世人难所及。装车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夫人，您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大小姐不是说您病了吗？哼，病了，我当然病了，我恨不得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。刘捕头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你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找到我？到底是谁？是谁在背后出卖我？官府如何破案，无需向你这罪犯解释。江玉燕，本补且问你：大牢重地，守卫森严，你究竟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调包，逃出大牢的？刘捕头，
你不是很聪明吗？你不如猜猜看，我是怎么走出这铜墙铁壁的？江陵，怎么是你？你是特意来救我的，对不对？姐姐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好不容易易容混进来，我带了备用的人皮面具，咱们现在就逃跑。我一旦越狱，必定会遭官府通缉。若想要安全脱身，就必须找个万无一失的替死鬼，总得留在大牢里。我的好妹妹，你就乖乖当我的替死鬼吧，姐姐会永远记住你的。我们明明是双胞胎，流着一模一样的血，凭什么齐月就能过起一遇时的日子，而我却要在泥潭里拼命挣扎？凭什么他什么都比我好？凭什么？你懂什么？我的玉儿在见到你后，求我派人去带你回来，她连自己成亲时的嫁妆都想分你一半，可你呢？你为了霸占齐家，竟然用绳子生生勒死了她。分我一半，谁让他跟师生一般的恩惠？齐月拥有的一切本该属于我。你住口！那是齐家的产业，与你这心狠手辣的毒妇有何相干？怎么没关系？齐家的万贯家财、深宅大穴，本就该是我们双胞胎共有的，凭什么他用剩的、不要的才轮得到我拿？这不公平！你接近齐月，不过是为了满足你那一己私欲。是又怎么样？还有那个阮宇，原本只应该是我的。最后他的心思竟然也偏向了齐月，他们都在背叛我，他们全都该死！那是你的亲姐姐啊！为了在佛前许愿找到你，情愿折寿10年。你这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，你身体里流着的血全都是脏的！少用这种恶心的嘴脸来教训我，我只知道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齐月不死，我怎么做真正的齐家大小姐？老实点儿，衙门里岂容你这般放肆？我就是要用她的身份活下去，把你们齐家的金山银山全部搬空。你那宝贝女儿死的时候，眼睛睁得老大，到死都在拼命喊你呢，真是可怜啊！我要杀了你这个恶鬼！我要亲手掐死你，给我的玉儿报仇！你还我玉儿的命来！戚夫人，冷静了。国法在上，切莫为了这等毒妇脏了自己的手啊！放开我！他害死了我的玉儿，我要拉着他一起下地狱！他这个披着人皮的恶鬼，我要杀了他！刘捕头救我！杀人了！快把这个疯婆子拉开！我要见知府老爷！我要见知府！戚夫人，我知道你内心痛苦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正义，相信国法。我们绝不会让任何一个恶人侥幸逃脱。齐月的公道，我们一定替他讨回来。江玉燕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以为谁能救你的命吗？大夏律法，杀人越狱、弑亲谋财，数罪并罚。你就老实待在牢里，谁也救不了你。老实点，走，送你去囚牢最底层。这回看看谁还能来替你死。七叔，你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大慈大悲的母亲，你以为你有多干净？这一切的悲剧本不该发生，都是你这个做母亲的亲手把齐月逼上了绝路。大胆罪犯，还敢在衙门里大放厥词，给我老实点！当年在临安街头，你明明看见了我们两个，若是两个人都埋下，我又怎会沦落青楼，在最肮脏的阴沟里发烂发臭？是你害了齐月！你闭嘴！是你狠心抛下了我，是你这个当母亲的害了他，是你亲手把他逼上了死路。不是我害的，不是我害了月儿，不是我，是你害了他，你才是害人凶手！戚夫人，你清醒一点，千万别听信江玉燕这毒妇的胡言乱语，她是在故意激怒你，想让你背负负罪感。快来人，把戚夫人送去最近的医馆，快去请大夫，快去！真是造孽呀！戚夫人的女儿竟然是被亲妹妹害死的，还被残忍地塞进棺材里一同下葬，这得是多大的仇，多大的冤啊！谁说不是呢？戚夫人平日里多体面的人，如今清醒过来，哪能承受住这般痛苦？这简直是拿钝刀子在人心口上一遍一遍的剜啊！
月儿，月儿！哎呀，齐夫人，您干什么呀？快躺下！放开我！我的月儿还在外面，我要去找女儿，我要去找我的月儿！齐夫人，您千万别动了。大夫说您现在气血逆乱，身子虚得厉害。你看，您刚敷上的药又弄掉了。药膏有什么用？我的月儿现在一个人躺在那冰冷的棺材里，她一定很害怕。她从小最怕冷了，我一定要去陪她，不能丢下她一个人啊！夫人，刘捕头特意交代过，一定要看不好您，绝不能让您下床啊！刘捕头，刘捕头如今在哪里？他是不是已经把我的月儿接回来了？你快告诉我啊！刘捕头，您可算来了！齐夫人情绪完全失控，非要起身下床，小的快要拦不住了。你先退下去吧，这里有我看着。是。刘捕头，我问你，月儿呢？我可怜的月儿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你带我去见她呀！你给我这东西做什么？我不要这个，我要的是我的女儿。你递给我这个做什么？齐夫人，案子已结，有些关于起棺和尸首移交的公事，需要您在上面按指印画押确认，如此衙门才能进行下一步。我不画，什么指印画押，我不管，我只要我的月儿。你现在就带我去见她，求求你了，刘捕头。齐夫人，非是我不近人情，而是目前伍队对月儿姑娘的尸检还没有结束，遗体不便移动。尸检？为什么要尸检？不是已经让仵作验过尸了吗？你们为何还要尸检？我不答应，我现在就要见到他。齐夫人，请您冷静一些，仵作还在对遗体做最后的核验，这不仅是衙门的规矩，更是为了让恶人彻底定罪。到底还要核验什么？我亲眼看到了棺材里我女儿的红色梅花胎记，那还能有假吗？那绝对是我的月儿啊！还有她身上穿的那身浅粉色华服，那是她去年生辰时我亲自买给她的生辰礼，躺在里面的绝对是我的月儿。难道我这个做母亲的亲眼所见都不能算吗？齐夫人，我又何尝不知那是齐姑娘，可核验是为了确认死者生前究竟遭受过什么，这些都是呈堂证供，不容有半点马虎。我的月儿，她从小最是怕疼，小时候磕破了胳膊都要哭上半日。江玉叶那般狠心用绳子勒住她脖子的时候，她该有多疼啊！她该有多么害怕呀！月儿看着阮宇那个同床共枕的丈夫要去害她的时候，她该有多绝望啊！她死的时候又该有多冷啊！我这个做母亲的为什么没有救下她呀？齐夫人，江玉叶和阮宇如今已经被衙门正式收押进死牢，案情的初步证据链已经完整，口供、人证、物证以及仵作的尸检结果，衙门都在抓紧补全。只要最后铁证如山，本捕保证这两个丧尽天良的男女绝对插翅难逃。他们会被判死刑吗？大夏律法会要了他们的狗命吗？国法自有定规，按律杀人偿命，但具体如何量刑，还要看大堂上知府大人最终的判决，我无法左右。我这辈子从未求过什么，年轻时被那个薄情的夫君狠心抛弃，我独自一人在这越州城里含辛茹苦地把月儿拉扯长大。当年街坊邻里都说我命苦，我也都认了。为了能养活月儿，我咬着牙去商队跟着跑单，我一个人背着几十斤的货物样品，挨家去敲门，只求有个机会。竟不知齐夫人早年为了撑起这齐家家业，还有过这般艰辛的经历。当年什么苦我都吃过，只要我的月儿能吃饱穿暖，能去学堂读书，我受多少罪都甘之如饴。可如今我攒下了万贯家财，却唯独丢了我的女儿啊！后来我攒下产业，在越州站稳了脚跟。我送月儿去最好的女学，请名师教她琴棋书画。我以为这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。齐夫人早年拼搏不易，月儿姑娘也是城里出了名的温婉贤淑，这本该是极好的福报。福报？我从来不求泼天富贵，只盼她一生平安。所以当阮宇装出谦谦君子的模样来求娶时，我点头应了。是我看走了眼，以为他老实上进，还给他们备了丰厚嫁妆。
是我亲手把月儿送进了阮宇那个无底深渊，全是我害了她。戚夫人，这绝不是你的错。作恶的是利欲熏心的阮宇和江玉燕，是他们贪图你家财产，莫不用恶人的罪行来惩罚你自己。刘捕头，我不听这些，我只问你，那2个人究竟会不会判死刑？戚夫人，具体量刑非本捕能左右，但请你一定要相信国法公正，衙门绝不姑息。相信国法，如果那2个人最终不判死刑，我拼了这条命不要，也绝对不会罢休，我会亲自送他们上路。戚夫人，你这是罔顾国法。月儿姑娘在天之灵，也绝不希望看到她的母亲为了复仇而毁了自己。毁了自己？刘捕头，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，我的命早就随着月儿一起死在那阴冷的棺材里了，哪里还有什么自己？月儿就是我的命啊！如今她躺在那阴冷的棺材里，你告诉我，我以后到底该怎么在这世上活下去？戚夫人，您先别想这些。月儿姑娘虽然走了，但她还给你留了东西。这是差卫们昨日在搜查阮府卧房时，在一处极为隐秘的角落下，意外发现的月儿姑留下的遗物。我的月儿留下的。差役是在齐姑娘装夹的夹层暗格里找到的，锁盒做工精细，锁上做有密码机关，开锁需要6位密码。密码？是的，那盒盖上刻着的密码提示是母亲的生辰。月儿啊，我可怜的傻孩子，他从小就最是孝顺，什么锁都喜欢用我的生辰做底。我没想到他到死还是这样记挂着我呀！这不是我女儿平日里常用的装盒？刘捕头，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在阮府卧房，齐月姑娘床榻最内侧的暗格里找到的。当时她被几层厚实的防油纸严严实实包着。暗格，月儿在自己的房里，竟还要如此防备，她当时该有多害怕呀！是啊，若非局势凶险，齐月姑娘何至于将心事藏得如此之深？可见她当时已经察觉到了阮宇的狼子野心。那盒子里装了什么？你快打开，快让我看看。里面装的是信，虽然包裹得很好，但还是有些许受潮。衙门连夜烘干，完好的取出了里面的信纸。戚夫人，您要做好准备，因为这旧木盒里的信，正是齐豫姑娘生前察觉到阮宇异样时，亲手写下的绝笔。信，我女儿的绝笔信在哪儿？那是月儿的信，她到底写了什么？母亲大人，见信如沐，不知您近来身体是否康健？母亲很好，很好。母亲大人，当您看到这封信时，女儿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恕女儿不孝，不能在您身边侍奉左右。母亲，女儿最近总觉得夫君阮宇的行为举止很是奇怪。新婚不久，他便开始有意无意地向女儿打听齐家的家产。他问田产地迹在哪，家中存银几何，甚至连女儿名下的铺子、受益人是谁，都要问得一清二楚。那畜生，那时候就已经盯上我们齐家了，他怎么敢？这分明是成亲前就谋划好，他哪里是要娶齐姑娘，就是想娶齐家的万贯家财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总是旁敲侧击地打听母亲您名下商号的经营情况。他借口是为了我们过日子，但我心里极其不舒服。女儿觉得阮宇不像是在和女儿过日子，倒像是在清点她的战利品。傻孩子，你当初怎么不早跟母亲说呀？都是母亲糊涂，是母亲亲手给你挑了这么一个吃人的恶鬼啊！披着羊皮的豺狼，简直枉为人父。还有江玉燕，她是我的亲妹妹，我找了她这么多年，终于找到她在外面受了这么多苦。女儿真的只想加倍对她好，想把这10几年的亏欠都通通补给她。月儿，原来你一直都念着那个白眼狼。戚夫人，要不我们还是别读了，您的身体……不，我要听，我要听那2个畜生到底对我的女儿做了什么。可女儿渐渐发现，江玉燕的行为越来越奇怪了。她会趁着女儿不在家，偷偷穿上女儿的衣裙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会站在铜镜前，一字一字地学女儿说话，连动作神态都模仿得一模一样。原来，她那个时候
就已经在做着代替月儿的造梦了。难怪他能假扮的天衣无缝，原来在七月姑娘活着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像恶鬼一样模仿了。他还拿走女儿的首饰，直到那一次半夜，女儿突然惊醒，屋里黑漆漆一片，女儿却看见江玉燕面无表情地站在床边，死死盯着女儿，那眼神像是在打量一件随时可以剥下的皮囊。天杀的畜生，那可是你孪生的亲姐姐啊！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母亲，这些事，女儿好几次都想写信给你，都想对您说出口，可女儿害怕您本就不看好这门亲事，怕说了会让您更担心，也怕您会对女儿失望。你怕什么啊，傻孩子？有什么话是不能跟母亲说的？傻孩子，母亲疼你爱你都来不及，母亲怎么会怪你？是母亲害了你啊！都是我的错，我算什么母亲？我的月儿都死，竟然还在害怕我会责怪她。戚夫人，七月姑娘是太孝顺了，她宁肯自己承受恐惧，也不愿让您对她失望。我早就觉得阮宇眼神不正，当时为什么没有强硬一点把月儿接回来？回门那天她神色憔悴，我为什么没有多问几句？但凡我多问一句，我的月儿现在也不会躺在棺材里呀。母亲，您在月儿心里是这天底下最好最好的母亲，能做您的女儿是月儿这辈子最幸福的事。您看到这里，千万不要自责，这都是女儿自己的命。戚夫人，接下来内容才是祈愿姑娘留下这封绝笔信的关键。关键，月儿还写了什么？戚夫人，接下来这段还是由我们捕快讲给您听吧，我实在读不下去。母亲，除了阮许和江玉燕的反常，女儿还有一件事瞒着你。其实，女儿在暗中瞒着所有人，偷偷去城里医馆做了亲缘比对。亲缘比对？难道？母亲，比对结果印证了女儿的猜测，江玉燕确实是女儿的同胞妹妹。但在这过程中，女儿却查到一件极可怕的事。当年人牙子售卖我们姐妹的底瓣记录有极大的问题，不是江玉玲吵着闹着要和我交换，那些都是假象。当年是有人收了黑心银子，故意调换了我们的身份。假象？当年在人牙子手里亲自挑中买下的玉儿，竟是被人牙子调拨后的玉儿。谁？是谁指使的？女儿不确定此事与当下发生的奇怪事情有无关联，但若女儿真的遭遇不测，母亲，请一定要将这个人告诉官府。那个人就是当年经手售卖我们的人牙子赵牛，如今他隐姓埋名，就躲在越州城内。赵牛竟然是这个人牙子动了手脚，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刘捕头，我要去撕了他！戚夫人放心，只要此人还在越州，本捕就是掘地3尺，也必将他揪出来，审个明白。刘捕头，你知道了吗？赵牛收了旁人的银子，我的月儿不是单纯被江玉贤嫉妒害死的。我知道了，没想到18年前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原来早在18年前就有人动了手脚，是那些藏在暗处的恶鬼，把我的女儿一步步推进了这万劫不复的深渊啊！戚夫人放心，这封信是击碎嫌犯心理防线的关键证据，本部马上回衙门申请并案彻查。不管牵扯到谁，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大夫交代了，您现在必须养好身子。养身子？我活到如今，这副残躯早就毁了。我活着的唯一念头，就是看着所有害过月儿的人伏法。阮宇、江玉燕，还有那个该死的赵牛，谁都别想逃。有证据在，一个都放不过。头，关于阮家和江玉叶的社会关系已经核查完毕，发现当年江玉叶在青楼确实和一个神秘人有书信往来。头，找到了，那个18年前的人牙子赵牛，我们找到了。他在哪儿？那个人牙子赵牛在哪儿？快带我去！头，那赵牛如今就躲在城西最破败的安济坊里，不过他的情况非常不好，患有严重的风瘫，在床上躺了5年，半边身子都动弹不得，说话也是断断续续，不利索。我也去。戚夫人，这是我们衙门办案，家属在场，不合规矩。我不管规矩不规矩，带我同去。我是受害人的母亲，我有权知道当年究竟是哪个恶鬼把我的女儿亲手推进这万丈深渊。去备马车，带戚夫人同去。
当年朝廷法度不严，人牙子买卖极其混乱，2个孩子的命运竟被一张涂改的纸契给生生篡改了。是啊，我还记得18年前第一次在临安街头看到赵牛时，那牙行里围了100、10个孩子，我一眼就看到了玉儿那张小小的脸。戚夫人，您可考虑好了？这丫头身子骨虽然清白，但绝不是这批货里最出脊梁的。您瞧瞧旁边那个。不必了，我就选这个孩子。这孩子的眼睛最干净，我瞧着他，就觉得他一直在等我带他走。好孩子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家？以后我做你的母亲，可好？跟您走，以后能吃饱饭吗？月儿不想再挨饿了，也不想挨打。能，只要母亲有一口饭吃，就绝对少不了你的。以后有母亲在，谁也别想再欺负你。齐夫人爽快，这丫头的身契往后就是您的了。出了这门，跟我可就没有干系了。赵牛，看看这是什么？18年前临安牙行的底册，上面有你赵牛的亲笔落款。官爷，小人如今就是个等死的废人，您拿个旧本子给小人看，小人也看不懂啊。赵牛，你化成灰我也认得你。当年就是你收了我的银子，却要把我的月儿调包。调包？什么调包？夫人，您可不能血口喷人啊！小人当年做的都是正经买卖。底册上有明显的药水涂改痕迹，若非心中有鬼，你改他作甚？说，当年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官爷饶命，这都过了快20年了，小人这脑子早就糊涂了，实在是不记得了。赵牛，哼！你现在也是废人一个，老实交代是你唯一的出路。你若敢再隐瞒半字，本部现在就以同谋杀人罪把你这把老骨头拆了，扔进死牢。官爷，小人当年也是按规矩办事，根本没人给过银子，都是意外，真是意外啊！没人给银子，没人给银子，你为什么要在交易前偷偷改了底册？为什么要狠心换走我的女儿？你知不知道我的月儿如今已经被你们这群恶鬼害死了？死了？怎么会死？我说，我招！当年这一切都是江浩那个疯子干的。江浩？哪个江浩？他为什么要让你调换2个孩子？就是临安城里那个擅长做人皮面具的江浩。18年前，他来我的牙行里买孩子，一眼就想中了当时的齐月。江浩当年挑中齐月，是因为齐月自小身体就康健，性子温顺。真正的江玉燕，当时刚发过一场极严重的高烧，体质弱得像张纸，性子又烈，江浩根本瞧不上他。在您来买孩子的前1日，江浩就私下找到了小人，他一出手就是整整300两银子，直接定下了齐月，说好次日来领人。为了不让别人买走，他逼小人把2人的名额改了过来。就为了这区300两银子，你就私自改了2个孩子的底册，你这个见利忘义的畜生！你知不知道，你毁了孩子的一生啊！夫人，小人也没想到会弄错啊。小人确实在底册上把齐院的名录改成了江玉燕，可谁曾想交易当天，手底下的婆子粗心，竟然让2个孩子穿错了衣裳。那江浩只认衣裳不认人，误以为穿着好衣裳的就是他定下的齐月，实则把生病的江玉燕给抱走。而您当时看中的孩子，其实就是真正的齐月。所以当年名录已经改了，所有人都以为是意外暴婚，可谁能想到，那江浩从一开始就带着算计好一切。说起来也是报应，就因为那江浩自以为是的算计，结果却买错了体弱的江玉燕。在过去的18年里，他因为这件事从未好好对待过江玉燕的孩子。江浩买错人后，难道就没有再回来找过你对峙？没有，他起初可能以为孩子只是生病，后来想对峙也晚了。我也是后来听牙行里的人提起，那江浩花大价钱买孩子，根本不是为了当女儿养育，孩子回去是做什么？是另有更肮脏不可告人的用途。什么用途？快点交代！江浩是个做面具的疯子，他买孩子是为了试他的面具，甚至是用孩子的脸来养皮。他简直丧心病狂。而江玉燕体弱，根本受不住那些。他在发现报错了人后，他心里极不平衡，便把所有的怨气和毒打都撒在江玉燕身上。万万没有想到，18年前那场普通的买卖背后，竟然还藏着这般龌龊不堪、令人发指的真相啊！我懂了，江玉燕之所以对月儿抱有如此刻骨铭心的恨意，全因江浩那个疯子18年来日复一日在他耳边灌输是齐月抢走了你整个人生的恶毒念头。可从头到尾，月儿就没有做错任何事。
他安安静静的活着，满怀欣喜的去认亲，却因为这些人的贪婪与恶意，被一步步推向了死亡的深渊。戚夫人，你要去哪儿？戚夫，你现在的状态不能乱跑。临安，我要去临安江家。戚夫人，你冷静点。既然有了赵牛的供词，衙门自然会名正言顺地传唤江浩。江家情况不明，你实在没必要亲自跑一趟那险境啊！险境又如何？我连死都不怕，还怕他？我只是想亲口问问那个畜生，亲手调换2个孩子的人生，用18年的折磨和怨恨养出一个杀人凶手，他晚上睡得着觉吗？好，本部跟你一起去。来人，快速去江浩家搜查，重点查看他家有没有暗室或者地窖，若有发现，仔细搜查。是。作孽呀！官差又来江家了，听说都是因为江家养的那个闺女在外头杀了人，连阮家的大少奶奶都敢顶替。要我说，那江浩平时就一副阴恻恻的面孔，终日紧关着院门，不知在里面做些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，果然养不出什么好货色。大夏越州衙门办案，江浩立刻开门配合调查，否则官府便要强行破门了。你认识我？刘捕头，草民向来安分守己，根本不认识一旁的这个妇人。您平白无故带个陌生妇人来草民家里，究竟是要做什么？江浩，你既然口口声声说不认识我，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在不停的发抖？你究竟在怕什么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刘捕头，江玉月那个死丫头在外面作恶杀人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她天生就是个讨债鬼。那丫头从小就性德乖戾，难以管教。我这个做养父的，该打的打了，该管的管了，是她自己骨子里烂透了。如今她自己走上死路，那是她的命，怪不到我头上。你若好好教育江玉婉，她又怎会走上杀人的死路？齐夫人，你这个疯妇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当着官差的面，你竟敢私刑殴打无辜百姓！第一巴掌，我是替惨死的齐院打的。他那么善良，满心欢喜的想认回妹妹，却被你养出来的恶鬼生生害死。第二巴掌，我是替江玉帆打的，因为他被你这个毫无人性的恶魔生生折磨了整整18年。江浩，18年前你花了300两银子让赵牛调包2人名落，想买走健康的齐月做你的试验品，却阴错阳错领回了生病的江玉叶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调包？什么试验？我听不懂。你心疼花出去的血汗银子，就把所有的怨气和毒打都撒在了无辜的江玉英身上。你天天在江玉元耳边灌输他的万贯家财被齐月抢走了，像喂毒药一样，生生把他养成了一个怪物。如今出事了，你竟然想撇得干干净净！放屁！我养了那丫头18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她吃我的，穿我的，老子怎么管教，轮不到你们来插手。苦劳？你的苦劳就是拿活生生的孩子来做你那丧尽天良的人皮面具试验吗？我没有，那是他自己不听话。我是大夫，我只是在给他治病。江浩，你不用在这里狡辩，这些天人共各的罪证，衙门早就查得清清楚楚。官爷，捉贼拿赃，你们凭什么空口白牙的诬陷好人？我们不仅走访了街坊邻居，还去查找了你家地窖深处的秘密暗室，相信很快就有结果了。头儿，查到了，兄弟们在后院地窖的暗室里查到了不得了的东西。慌什么？里面究竟有什么？一五一十说清楚。分开搜查，都给我仔细点，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是。头儿，那地窖暗室里挂满了人皮面具，石台上全是剃刀、刮骨钢刀，血迹早就变黑了。箱子里全是被害孩子的遗物，名册上记录了168个名字，江玉叶和江玲的名字也在上面，写着试验失败，烙印留疤。168个孩子，你这个披着人皮的畜生，你竟然害了这么多条人命！那不是害人，我是在救他们，我是在帮他们留住最美的容貌。我没罪，我没罪。江浩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衙门已经查实，
你这些年通过肮脏手段买下捡来了168个孩童，他们都成了你的活体试验品。168条活生生的人命，全都在你手里无一丧存，你简直不是人！那些都是夭折的弃婴，本就是死人。我是在用特殊药水帮他们留存容貌，我是在行善积德。胡说八道！江玉言和江离也是夭折的弃婴吗？他们身上至今还留着你试验失败的狰狞伤疤。江玉翰是天生反骨，他要是像齐越一样听话，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他比不上齐越一根头发丝，根本怪不了我。听话，是你亲口告诉他，他原本该是富商千金，是他的人生被齐越抢走了。是你亲手把刀递到了江玉燕手里，让他将所有的恨意都算在了无辜的齐越头上。江浩，是你亲手逼疯了江玉燕，又害死了我的月儿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养育之恩。当初买孩子的那300两银子是我的全部身家呀！我本想买健健康康的齐玉，谁知带回来个病秧子。所以，你就把所有罪错都怪在一个无辜的孩子身上，折磨了他整整18年。家里的积蓄全都砸在他身上了。要不是那该死的人牙子赵牛弄错了人，我至于受这18年的罪吗？我也是受害者呀，官爷！要抓你们，应该去抓那个调包的赵牛啊！来人，立刻将这丧失人性的恶贼拿下！凭什么抓我？大夏律法管天管地，难道还要管老子怎么管教自家养女吗？你们管得太宽了！你涉嫌多起残害、虐杀孩童的案件，国法难容，带走，打入大牢，接受大刑审讯吧。夫人，齐夫人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我虽然打过他，但我也没想过他真的敢去杀人啊！放过你？当年你折磨江玉言的时候，何曾想过放过他？你这恶鬼，本就该和他一起下地狱！我也是被那赵牛骗了，早知道他是个病秧子，说什么我也不把他领回家呀！在你的眼里，孩子只是货物，买错了就可以随意残害。如今报应临头，你才知道害怕，太晚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经府衙连夜突审，人牙子赵牛已对当年收受贿赂、调包女婴之罪供认不讳，而恶徒江浩涉嫌虐杀多名孩童，私设人间炼狱，其罪行令人发指，依大夏律当判凌迟处死。至此，18年前那桩肮脏的勾当终于被翻到了阳光下。那些在黑暗中哭泣的灵魂，在今日终得安息。肃静，请被害人母亲齐氏做最后陈述。大人，我的女儿齐月生前最爱穿粉色的裙子，她最是怕黑，也最怕疼。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，也不过是能与夫君安稳度日，以及认回她那个失散多年的亲生妹妹。可是这群恶狼，他们把月儿的善良当成愚蠢，把月儿对他们的深切信任当成了刺向他心口最深的一把尖刀。他不仅被最亲近的人联手害死，死后还要被亲妹妹顶替身份。天哪，这世间怎会有如此荒唐、如此残忍之事？绝不接受任何道歉，也绝对不会原谅这群畜生。只求大夏王法能还我女儿一个公道，将这些恶鬼通通送上断头台。真是造孽呀！这位可怜母亲的心，怕是早已随着齐玉姑娘的死而彻底碎掉。判决如下：被告人江玉燕犯故意杀人罪、损毁尸体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斩首；被告人阮宇犯故意杀人罪、帮助毁尸灭迹罪，判处斩首。大人饶命！都是江玉燕强迫我的，是她逼我动手的呀！月儿，我是鬼迷心窍。阮宇，你放屁！明明是你亲手掐断了他的脖子！肃静！被告人赵牛因收受贿赂、篡改底册、买卖人口，判处10年徒刑；被告人江浩私设人皮试验，虐杀多名无辜孩童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斩首。母亲，你救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母亲，别叫我母亲，我的女儿从头到尾只有齐韵一个。至于你，不过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鬼。是阮宇逼我的，凭什么齐月能享尽富贵，我却要落得这个下场？这不公平！月儿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是我该死，是我鬼迷心窍啊！月儿，
你听到了吗？恶人终于伏法了，母亲带你回家。戚夫人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恶人都已经伏法了，月儿姑娘在天之灵，也希望您能好好活下去啊！好好活。没有了月儿，我守着这万贯家财，守着这空荡荡的宅子，给谁看呢？人死不能复生，您好歹吃口热乎饭。往前看，日子总还要继续过下去的啊！往前看，我前方的人生，早在月儿躺在阮家那口漆黑冰冷的棺木里时，就已经跟着他，彻底塌掉了。月儿，你瞧，院子里的栀子花都开了，母亲还给你买到了城里最新鲜的蜜饯，还有你最爱吃的桂花糕。母亲终于学会怎么做了，你尝一口就尝一口，好不好？月儿，你为什么不理母亲啊？你是在怪母亲没有保护好你吗？你跟母亲说说话呀，好不好？刘捕头，可是阮宇和江玉燕的案子又出了什么变故？难道那两个畜生不用死了吗？戚夫人莫慌，案子已经彻底了结，圣旨已下，恶人们皆已得到了应有的严惩。本捕今日来，只是特意知会您一声，让您宽心。多谢刘捕头，若非您一直把月儿的冤屈记在心里，只怕我这一生都无法替她讨回公道。戚夫人，院里的栀子花开得真好，洁白无瑕，很是雅致。因为这是月儿最喜欢的花，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就绝对不敢让他们枯萎半分。戚夫人，如今恶人已除，您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这辈子无牵无挂，就想守着这大宅院，守着我的月儿，过完这残生。戚夫人，其实当初取出那封祈愿绝笔时，有些字迹被水阴湿了。本捕拿回衙门，让师爷反复拓印辨认，缺失的那段话终于复原了。您且看看吧。戚夫人，这是祈愿姑娘在这封绝笔信最后留给您的心里话。让我看看，这是我的月儿留给我最后的东西了。母亲，不孝女月儿，此生最放不下的便是您。若女儿不在了，求您千万莫要伤心毁了身子。傻孩子，母亲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你不在了，母亲怎么能不伤心？女儿希望您能替女儿好好的活下去，代替女儿去看看以前没看过的江海，去吃那些咱们惦记了许久的吃食。好，母亲答应你。你想看什么，母亲替你去看；你想吃什么，母亲替你尝。母亲，求您别把您自己的人生也跟着苑儿一起埋葬。苑儿最爱母亲了。月儿，月儿，母亲听你的，母亲不作践自己，母亲要把齐家所有的家产都拿出来，在城里办一座慈幼局。慈幼局？夫人是要收留那些孤儿弃婴？是。当年若非人牙子作恶，江源也不会落到江浩手里变成怪物。我要替我的月儿积德，让这世上少些可怜的孩子。戚夫人大意，若能如此，月儿姑娘在天之灵也一定会为您感到高兴的。戚夫人，江玉燕和阮宇今晨已在法场伏法，这是江玉燕临行前的忏悔书，还有阮宇写下的遗书，衙门依例送来。不必了，有些人的后悔和歉意脏得令人作呕，根本不配被听见。夫人烧得好，随风散了，
也免得脏了这清净地方。烧干净了，别让这些脏东西打扰了我玉儿往生极乐的路。母亲，月儿回来了，您瞧，今夜的月色多美啊！月儿，我的女儿啊，你别走，别丢下母亲一个人啊！月儿，你放心，母亲会好好活下去，带着你未完的那份人生，坚强的走完余下的路。